书接上回，7月1号，小松原道决定先发制人，命令日军第23师团一部6000余人向哈拉哈河西岸发起攻击，自己则早一天出发，企图在哈拉哈河下游渡河，突入蒙古境内进行侧翼包抄。但是由于渡河混乱，到了中午才攻占了河东岸巴音察山的谢尔陶拉盖高地。轻敌的朱可夫是大惊，立刻组织起150辆坦克、154辆装甲车和90门大炮和全部飞机以及地面部队，分3路支援。在巴音察山驻守的是仅有400人的盟军骑兵的第15团，他们本来是从前线撤下来在此地休息的，却创下了诺门罕战役最艰苦的一场阻击战。巴音察山实际上就是一个60多米高的大沙丘，四周全是缓坡，根本就无险可守。而他们背后不远处便是朱可夫的指挥所。该团官兵400人在巴音察山坚守了2个小时，最终因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，无人生还。但是他们的牺牲也为朱可夫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苏军的3支援军快速推进到巴音察山下，随后借助炮火支援，苏军坦克集群向日军发起了小规模冲锋。但缺乏能与之作战的坦克，苏军完全吊打日军。苏军坦克在日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，日军一度损失惨重。虽然最终日军击退了苏军的进攻，但是被苏军坦克吓破了胆的小松原道早已经失去了作战信念，趁苏军不习惯夜战的特点，于午夜时分率部渡河，狼狈地逃回了东岸。7月3号，为了回应日军的偷袭行动，苏军战机对日军进行了轰炸和扫射，地面炮火也猛烈地轰击日军部队。被炸懵了的日军急忙在沙地上挖个人掩体。7月11号，面对地面部队的惨重损失，关东军司令部只得下令暂停进攻，进行战线整顿，并且决定调派兵力支援诺门罕前线战役。为了应对苏军坦克，关东军从日本本土调来了独立野战重炮连队，从奉天、北安、齐齐哈尔等地抽调反坦克速射炮中队，用以给23师团补充武器和兵员。其实早在诺门罕战役开始之前，关东军司令部就命令松井石根的部队，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，在诺门罕地区实施细菌战。7月13号，石井的细菌部队少佐定长仲带领22名队员，在哈拉哈河乘2只皮胶筏，顺水将22.5公斤的伤寒、霍乱、鼠疫、鼻疽等细菌撒入到河水中，向苏蒙实施细菌战。但是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苏军早就料到日军会进行细菌战，便严令不允许饮用诺门罕地区的河水。而不知情的日军就惨了，由于事先没有通知，有1000多名日军染上了伤寒病、赤痢病和霍乱。731部队也被细菌传染而死亡40多人。为了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的战事，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塔木查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。苏军临时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能够独立作战的多兵种合成兵团，共计498辆坦克、346辆装甲车、542门大炮、515架飞机。朱可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。7月23号，诺门罕前线的日军各部队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之后，集中25000余兵力、82门大炮向苏军全线发起总攻。24号，苏军发动反攻，日军退回原地。25号，关东军司令部下令停止进攻，构筑阵地，日军总攻以失败告终。8月4号，日军为了实施统一的指挥，在海拉尔组建了第6军，兵力约25000人。此后的10几天，双方陷入到僵持状态。8月20号凌晨，苏军参谋部趁日军前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去海拉尔轮休的惯例，下令苏蒙联军发起总攻。苏蒙联军以3个步兵师、2个骑兵师、5个装甲旅、1个机枪旅、1个空降旅以及大量的飞机大炮进行大规模反攻。苏军突然发动的总攻令日军是措手不及，构筑在蒙古草原上的土木防御工事很快就被苏军的炮火摧毁。日军只得依托用工兵铁锹临时构建的简易单兵工事同苏军激战，日军战线被迫后移。8月24号，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，日军发起反击，3000余名没有任何火炮支援掩护的日军士兵呐喊着向苏军阵地冲来，却被阻止在铁丝网和野战工事以及苏军的炮火面前。随后苏军坦克开始出击，
血肉之躯的日军士兵在苏军坦克面前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死伤惨重，只得后退。战斗到了8月26号，日军第23师团已经被苏军完全包围。在苏军重炮群、坦克群、飞机群的猛烈轰击下，日军第23师团损失惨重。此役，苏军再次重创了日军第23师团，全歼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大队，日军炮兵第13联队和第64联队大部分被歼灭，日军仅有22门加农炮也全部丢失。8月31号，在被苏军猛烈炮击的第11天后，弹尽粮绝的日军第23师团决定突围，2000多名第23师团士兵浑身捆满手榴弹，采用自杀式突围，终于撕破了苏军包围圈的一道口子，日军各部队得以突围。面对日军在诺门罕战役的严峻，日军大本营只得在9月3号急令关东军停止进攻，并且立刻结束诺门罕战役。日军向后退100公里，向苏军示好。9月9号，东乡驻苏大使向苏联提出了诺门罕战役停战要求。斯大林看教训日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也不想在远东花费太多力量，便见好就收，同意停战。9月15号，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部长莫罗托夫签订停战协议，双方在9月16号凌晨2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，诺门罕战役正式结束。苏军是以强大的实力宣告了胜利。诺门罕战役，苏联参战5万余人，近1万人阵亡或失踪，1万5千人受伤；日本参战7万5千人，日方宣称阵亡8000人，近9千人受伤，而苏方称6万人死伤，3000人被俘。暂且不论兵力损失，单就战役本身来看，诺门罕战役是从日俄战争以来两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役。但是相对于第2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役，该战役是一场名不见经传的战事，但是它对2战的局势发展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诺门罕战役的失败，说明苏联红军的实力对日本陆军来说仍然是相当强大，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日军放弃了北进计划，改为倾向采用南进的战略目标，最终导致日本2年之后偷袭珍珠港，向美国宣战和最后的战败。而朱可夫在战役中也因指挥装甲部队以机动战首获大捷，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。对于获胜的苏联方面来说，诺门罕战役的胜利除了解除了来自远东方面的威胁，1939年9月17号，在诺门罕停火协议之后2天，苏联入侵波兰，和纳粹德国瓜分了波兰。远东形势安定，也使得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得以将远东部队调往西线，使得苏联在这个战争中避免了2线作战的不利局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